有一个英雄从以前开始就是T零制令的存在，什么英雄、什么比赛、什么东西都要先抢他先。而现在这个版本到底它还能够用吗？而且是拿来打野是谁？就是我们的景。这一次直接拿到这个40多%的输出狂杀，什么最高推塔、最高助攻，什么超神，什么都拿光了。这一局就用它在新版之中完成神，告诉大家这个英雄还能用。不要只看精华，看了之后的解说，你才可以像我这一把玩的这么一样神。记得把解说也看完，多多学习，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龙兽直接滚在这个墙壁，然后不断的是2技能来个环术，他开启急走，我们这里能够达到吗？最远距离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看到这个猴子，我们2技能的哥德尔把他晕眩，然后我们不断的打，这里打出他的死神，就再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看到对面艾翠斯想切我们，不断的踢这个切牌脚，把他死神打出来之后，再把他人头收掉。这个艾莉直接一技能就把他秒了，又是艾翠斯直接一技能不用强化的普攻都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可是这就完了吗？有个猴子在后面先把对面涌现收掉，来个 double kill。然后猴子在这边不断的是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来一个艾翠斯嘛，先把他人头收掉，搭配我们的反小兄弟有一只用不断的拉打，不断的把他人头收掉之后，再把他人头这个猴子也收掉。有个普雷塔出来，我们躲过他的这个技能，把他的血量达到8成，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切牌艾莉，再把他人头又那么拿下。又是艾莉把他人头先拿下之后，看到对面艾翠斯开启大招，我们拉打不断拉打，这个双杀啊，还有一只有把他人头再收掉，有一个悟空我们穿一个墙把他人就这么的又拿下了。待会的解说看完你也可以这么神哦。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景打野，然后打了40多%输出的实战解说。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如果你也玩过景或者是玩过打野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窝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如果是希望在片头赞助部分呢，向万人展示你的名字的话呢，小小赞助就足够让你呢在万人展示你的名字了。这里看到对面一开始入野，我们景其实前期不太想打的，那哥的小兄弟这时间点也还没有要来的意思。可是如果他过来的话，这辅助位我们就可以这波团可以打了。看到对面的这位啊，这个普雷塔小兄弟一滚，一个2技能环速，他开启他的急走，这就能跑得掉吗？最远距离把他人头这么的收掉。对于景来说，前期是很好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呢转了轻中就转下，来到了下路，2技能来一手，他隐形吗？我们打出他的死神之右之余啊，还把对面打野的人头就这么的收掉。那这里呢，我们也把中路呢直接整理一个兵线啊，让龙兽要去整理。然后一个一技能滚，然后大招来手一技能打，把他这个勇还有对面打野的人头就这么的又收掉了。那窝窝呢告诉大家，击杀啊往往都是为了争夺地图上的资源的，所以刚刚把对面收掉之后啊，他的小野怪不要不打啊，要把他的小野怪也一并给反了。这样的话呢，雪球才会越滚越大。那有鉴于这一把呢，我们是辅助走双人线沃马尔所以的话，我们呢必须要能够要走位十分小心。
不能够太大意、太躁进，都不太好。把下路兵线呢，先帮我们哥德尔先补一下这个线啊。然后呢，对面艾翠斯应该是回城，不会躲草丛啊，安全起见，确保一下这个草丛。可是呢，没所谓的话，不在的话，把下路外塔直接的拆了。那当然的话，作为交换呢，对面也是压了我们上路的塔。可是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可以由凯撒路去带长线，而射手位不是我们啊，是我们的凡恩小兄弟是可以呢换个线啊。那不断的打，把对面的这位艾翠斯他的这个最后一下我们的炮台立大功啊，打到他的死神之后出来，他避了我们，用了死神之后避我们的一技能强化普攻也没有用，还有我们炮台的攻击啊，这里不断的去刷野，为的是景这个英雄他需要大量的发育。而说真的，其实呢，自从打野刀改了之后，主动这个被动之后呢，对于远程攻击的英雄的打野英雄啊，像我们景这样的话呢，其实不太就没有力，就是很劣势，用它来打野的话啊，那可是呢，如果你玩的恰当，出个2野刀啊。那最后把全部装备出完之后啊，你才把你的野刀卖了，这样的出装也可以让你玩景来打野，还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发育快一点。当然就没有以前打野刀3阶被动，只是也在你如果只出2阶的话这个差别不太大没有什么感觉的。这里不断的打对面的这2位小兄弟，凡恩的状况不太优这里就可以先搭配他，先把对面艾里一个人来打的先可以收掉。我们蹲草丛那凡恩小兄弟还想打，可是他状况已经很不健康了，所以就会被对面收掉。那景的技能最好呢尽量呢一技能如果还在不确定的情况尽量可以扣着。像我们刚刚一样对面的那个龙兽开启一技能就是普雷塔，你也可以用一个一技能滚掉。这个位移技能呢，并不是很多射手都拥有这么长的位移技能。那当然呢，有些英雄很长的位移技能，可是这个伤害还有整个技能组就我也不多说是哪一位英雄这个出场率真的超低，很惨。其实可以改强了那个英雄。那这里看到中路有一波团战，来一个，队友2个被收掉的话，这里就不该再进场了。透过小野怪回血吸血以外，你打完他还会回血。而景2技能这个环速也要用的蛮好的这样的话呢，对面呢因为景你没有什么控制，你2技能来就可以让对面环速追得到。这里把对面的这位艾翠斯小兄弟强化都不用直接普通的一个普攻就可以了，不用强化普攻。然后呢，我们看到对面的龙兽开启急走，不管他，风筝对面的猴子把对面3位英雄直接0换3，这个时间点可以开启凯撒了，不啰嗦了等待辅助还有凯撒路的一个扛伤，我们才进场。那鞋子方面呢，都是的啦，攻速鞋弥补景的一些攻速，虽然它不是就是不是吃攻速凭 A 攻速的那种的射手，可是对于他来说，攻速鞋效益很大很大的。龙先不放想着放不放，可是这里能够打得这么好，我们要放龙吗？不用。把对面艾翠斯先收掉，这里先挡着，再来一个一技能，把对面的勇再收掉，再来一射，把对面猴子再收掉，还有一个普雷塔，一打他就只剩下3成血量。艾里也想来切我们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直接刚刚换了4位小兄弟，所以是4换4。不过我们也自己
一进场呢就把对面4位英雄收掉。那为什么敢那么的进场呢？因为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自己的经济。如果你经济是比对面剩下团战的英雄呢都高很多的话呢，那就不必太担心自己能不能够把对面收掉。反倒是觉得自己有操作的话，在你比对面匪就是顺风的时候，更加应该如果是一个在那个时间点就很厉害的英雄，比方说你是前期英雄，你前期就肥起来那当然更加应该多打团战。那如果是你是中期的英雄，可是还是在前期，你肥的程度虽然是比对面肥，那可是呢，你也不一定见得会打得很厉害，因为你一些主要装备还没有出来如果对面是前期英雄，他不需要太多装备，即便你是比对面肥，可是你是因为你是中后期英雄那这样的话还是要考量一下自己应不应该再进场。刚刚的情况可以看到，龙兽也好这个对面的悟空也好，这些都是中后期的英雄，勇也好所以就不用太怕大家要发育的时间点也差不多。那这里呢，不断的去一枪呢，就其实满血的小兄弟都可以打成一个6成的血量了那这里我们看到对面艾里2技呢就马上滚了就真的人家说滚出去就是这种滚出去就是这里把对面的艾里的人头收掉。那还有一个艾崔斯再把他直接双杀，往后滚再往前走一走，不要往前滚就太远了，这里再一滚穿个墙，直接把对面的猴子也一并收掉。还有一只龙兽来一枪，他就已经剩下这个大概3成的这个血量。那这里呢，不断的去整理这个中塔然后把下路的高地也一并拆掉中路高地还有下路高地都拆掉之后，再把对面龙兽一并收掉，扛着这个塔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全部该拿的这个什么最高经济、最高击杀、最高一大堆的东西都拿了，40多%的伤害，超神什么的。那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